甘地庄严地向妻子立下了节育的誓言，发誓要成为印度第一个禁欲的圣人。为了证明自己，甘地还宣布向全印度招募年轻美丽的女孩参与实验，与她们朝夕相处，一起沐浴，一起睡觉。毫无疑问，作为印度的圣雄，甘地的号召力是毋庸置疑的。在他官宣之后，立马便引来了数以万计的印度女孩报名，甚至于这其中还有他的18岁的侄孙女、侄媳妇。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67岁那年，甘地终于还是破了功，与2位能当他孙女的女孩发生了关系。自此，甘地的禁欲计划宣告失败，而将他奉为神明的印度也彻底跌入了看不见底的深渊之中。前段时间，印度女医生遭遇奸杀的新闻曾一度引发全世界轰动，这已经不是印度首次因为性丑闻而出名了。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统计，在印度每天都有106名女性被强奸，平均每16分钟发生一起，而受害的每10位女性当中就有4名属于未成年人。除此之外，强奸犯的社会面孔也是五花八门，下到清洁工、公交车司机这样的底层劳动者，上到白领精英、国会议员这样的上流社会人士，都会成为实施强奸犯罪的一员。以至于前国大党领导人索尼娅·甘地都曾公开坦言，连在我们国家首都，女性的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这让我为我们国家感到羞愧。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发生在印度的强奸会屡禁不止呢？事实上，这一切都与印度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与其要问为什么屡禁不止，倒不如问为什么不禁。2022年，美国《纽约时报》曾经发表过一份报道，在当年印度警方记录在案的3.1万起强奸案当中，只有26%的强奸犯罪被定罪，超过70%最终都不了了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印度警方找到了一个比定罪更加高效的解决案件的途径，那就是劝受害者嫁给性侵者。在印度，每当性侵案发生后，各个政府部门甚至包括警方都会对受害者进行调解，劝其私了，最好就直接嫁给施害者。这种现象有多严重呢？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的报告显示，在印度15至17岁的未成年被侵犯女孩群体当中，有77%的人都在后来与性侵自己的人结婚。而发生这一切的理由也很离谱，印度社会普遍认为女性在遭到强奸之后就脏了，未来不该再继续谈婚论嫁。此时如果嫁给施害者，倒还可以亡羊补牢，保住清誉；如果执意反抗，要将施暴者绳之于法，则会被警察部门认定为麻烦。即使抓到了强奸犯，审判的过程也会一拖再拖，有的甚至超过7、8年之久都无法尘埃落定。2012年12月，一名来自新德里的女大学生在公交车上遭到6名陌生男子强奸并杀害。本来这是一件天怒人怨的事情，然而却有不少印度民众不仅没有同情受害者，反而大谈起受害者有罪的言论，指责这位女大学生不该在晚上出门。甚至一些印度政客还当着镜头直言，在印度的文化当中就没有女性的位置，如果他们随便走到大街上，那么就已经属于公共财产，就怪不了别人实施犯罪。最近发生的印度女医生被奸杀案情况也同样如此。当记者问到如何看待这起事件的时候，一些面孔稚嫩的印度学生竟然回答道，女孩一定是做错了什么才会被强奸。当女孩朝着男生微笑的时候，男生就会感到被勾引。除了工作，女孩子就不应该离开房间。而更为可怕的是，还有不少未成年女孩对这种说法表达了赞同。如此情形实在令人不寒而栗。漠视性犯罪的社会氛围造就了今天印度强奸案频频发生的局面。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还要走进印度人的精神世界当中。在印度，有超过80%的人都信奉本土的印度教，所以他们不可避免的就要接触印度教的圣经罗摩耶那。而在这本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写道，今天的恒河印度文明就是印度教大神湿婆和他的妻子通过纵欲而创造的。因此本来就对神明五体投地的印度教徒，自然要主动的去模仿神的这些行为，把纵欲当成自己修行的一部分。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印度人对欲渴望就越来越高，甚至很多虔诚的信徒还会把欲当成人生的3大追求之一，认为纵欲是能够成功得到的途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教所提倡的这种追求欲的权利只限于男性，女性则更多的被看作承担欲的工具。例如印度诗人多勒西达斯就在著作《罗摩宫行录》里写道，丈夫是妻子的天神，服侍丈夫是妇女最崇高的天职，没有丈夫的妇女等于没有生命的躯壳和无水的江湖。在这样的制度之下，男孩们往往可以在各种家庭特权中长大，对自己的同胞姐妹甚至自己的母亲奶奶呼来唤去，
稍有不合意的地方，哪怕拳脚相加，也不会受到父亲的苛责，反而会被鼓励有男子气概。与之相对的，女性显然就要惨得多。出生时不能庆祝，生孩子最多只能休息15天。面对家中男性的诉求，不能提反对意见，否则就是不忠于家庭。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对印度教这种提倡纵欲的做法提出过异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被奉为印度圣雄的甘地。甘地在13岁那年便结了婚，彼时年少的他还如绝大多数印度人一样耽于纵欲，甚至就连自己父亲病危的时候，他都还在贪恋床笫之欢。在1990年，30岁的甘地第一次提出了要节欲的想法。为了挑战自己，他还要求妻子与自己进行裸睡。不过，仅仅坚持2个月之后，甘地便宣布挑战失败。对于此次的失败，甘地总结认为，性欲是人类本能的一种需求，想要克服它，必须要采取非常规的手段。于是，甘地便从西方心理学中找到了脱敏疗法的手段，既坦然承认欲望的刺激，使其达到临界点，最终实现无感。不得不承认，甘地的这套理论还真有一定的效果。从1907年再次宣布开始禁欲以后，在往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甘地都很好地克制住了自己的性欲的冲动。直到67岁那年，一夜风流，前功尽弃。身为圣雄的甘地都无法控制住对欲望的追求，毫无疑问，这算是给印度人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随后，其他原本就不愿意克制自己欲望的信徒，更加有了纵欲的理由。于是，最终便有了今天印度社会纵欲文化越发高涨的局面。事实证明，历史的车轮是不断向前的。在忍受了上千年之后，如今的印度女性终于迎来了觉醒的时刻。根据 CBS 在9月4号的报道，由于女医生被奸杀案的发生，今日事发地的西孟加拉邦已经通过了一份新法案。原本在印度强奸罪一般会被判处10年及以上的有期徒刑，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而这份新法案则将最高刑上升到了死刑。虽然目前该法案的正式通过还需要总统特批，但能走出这一步已经极为难得。正所谓乱世用重点，就眼下的印度来说，不破已经难立。与之前发生的那些强奸案不同，这一次的女医生被奸杀案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印度百万医生和妇女团体的团结，这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法律才更向前了一步。由此可见，沉默不该成为解决事情的答案，一味的纵容只会让施害者们变本加厉，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反抗，才能迎来光明的曙光。其实话说回来，这一点不仅仅只适用于强奸这一件事上。由于印度在追求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并未经历任何流血牺牲，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印度的革命是不彻底的。不管是封建势力的乘客陋习、分割阶级的种姓制度，还是落后的法律制度，贪污成瘾的官僚体系，全都被一股脑地保存了下来。在今天，他们都已经成为了限制印度社会发展的阻碍。如果不将这些问题全部解决，那么印度的大国梦或许永远真的就只能是一个梦了。在西藏，你敢攻击毛主席，藏族同胞就敢弄残你，这绝不是危言耸听。2011年底，在林芝巴依镇公路上正在行驶着一辆面包车，车上2名30多岁的藏族人正在怒气汹汹地看着对方，恨不得将对方一口吞掉。过了几分钟后，其中一个长头发藏族人忍不住嘟囔了2句，随后话音未落，短头发藏族人就坐不住了，呼的一下就站了起来。由于车顶较矮，站起身来时，他的身体只能往长头发那人倾斜，他的一只手啪的一下就拍在了腰间的藏刀上，并且大声地朝着长头发藏族人吼着。长头发藏族人觉得他太嚣张，于是也不甘示弱，立刻站了起来，也将手放在腰间的刀上，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大串藏语。然而令人感到十分诧异的是，刚才还剑拔弩张的2个人，就在长头发藏族人说完几句话后，2个人眼里的怒气瞬间都消失了，脸上也平静了许多。原来事情的起因是，短头发藏族人怀疑长头发藏族人偷了他家一只羊，2人在面包车上相遇，说着说着就准备拔刀相向。就在这个关键点上，长头发藏族人说了一句：“我向毛主席起誓，我绝没偷你家的羊。”仅仅7个字就立即化解了这场极有可能的流血事件。可以看出，毛主席在藏族人民心中是无比神圣伟大的，敢于向毛主席起誓，就说明他真没偷人家的羊。这就如同汉族人在起誓时常常会说我对天发誓是一样的。在藏族人的心里，毛主席无疑就是他们心中的那个天。不仅如此，在每一个藏族人的胸前都会随时佩戴着一枚鲜红的毛主席像章。当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带着毛主席像呀？他们都会微笑着说，毛主席是我们的神，带上徽章就能保佑我们。对于藏族人来说，
他们一直认为毛主席是文殊菩萨转世，是拯救他们的神。而且在藏族，上到70、80岁的老人，下到5、6岁的小孩，都对毛主席非常尊敬。2015年4月25日，西藏地震，在日喀则聂拉木县临时搭建的帐篷中，一位老人的帐篷里摆放着毛主席的画像。扎桑是西藏农奴的后代，今年的他已经50多岁，但在红色收藏的路上已有30余年。扎桑说，小时候听老人们讲共产党，毛主席给农奴们分土地，心里充满了敬意，看到别人佩戴毛主席勋章，心里就羡慕地发痒。1984年，扎桑还在奈区中学当老师，从那时起，他便用微薄的收入购买毛主席的画像、文集等资料，每次去内地出差都要买一大堆与毛主席相关的红色藏品带回西藏。如今，在扎桑的家里，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毛主席画像照片、解放军入藏纪念章等诸多红色藏品。在扎桑家的正客厅桌子上摆放着藏式贡品和毛主席雕像。他说，以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收藏，对马列主义理论也没有很深的研究，但我知道一些基本的道理，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是共产党带领西藏农奴翻了身，让我们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对比过去，毛主席就像救苦救难的菩萨，赐予我们美好生活。扎桑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现在的幸福生活来源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扎桑不同，次仁拉姆老人则是选择用特别的方式纪念毛主席。他很小就开始到领主家干活，饱尝生活的辛酸。西藏和平解放后，次仁拉姆同西藏其他农奴一样，终于当家做了主人。1960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他带领11户朗生组成了西藏第一个呼主族，在1963年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后来被选为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如今，次仁拉姆老人退休回到家乡，却依旧时刻关心国家和西藏的发展。次仁拉姆老人敬仰毛主席，也感谢共产党拯救了自己的命运。他常说，自己从一个一无所有的朗生翻身做主人，过上四世同堂的幸福生活，成长为国家干部，这一切都是毛主席。次仁拉姆老人从不信教，但他却每年为毛主席向点一次酥油灯，几十年如一日。他用默默无闻奉献一生的高尚品格影响了几代人。实际上，每一个藏族人，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农牧区，都会在自己家里最显眼位置悬挂着毛主席像供奉。每到节日，藏族人民会把世世代代视作至高无上的礼仪哈达敬献给毛主席。一条哈达比黄金还要珍贵，代表了藏族人民金子般的心，表达他们对毛主席的缅怀，对共产党的感恩。不过，将毛主席神化并不是藏族同胞当时的文化水平低，这主要是因为从苦难中走向幸福的他们，真诚而朴素的一种情感流露，就如同藏族同胞将张国华将军称作佛光将军一样，如同藏族同胞将所有西藏军人称为金珠玛米救苦救难的菩萨兵一样。如果了解过毛主席为解放西藏做出的贡献，就会明白血域儿女为何对毛主席的感恩情深似海。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以前，占西藏总人口 95% 的农奴和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土地、生产工具等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在他的《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说，1940年较为富裕的藏东地区的一项调查表明，75%的家庭不能吃和牛骨头与燕麦面或豆面。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幼时他曾被称为男鬼，给墓主、部落头人和活佛等家里当过佣人，差点被杀掉、淹死。后来实在不堪压迫，外出乞讨，就连弟弟后来也被饿死了。直到共产党解放西藏后，彻底改变了西藏社会的风貌，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赋予了曾经的奴隶和农奴以人权。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光辉而伟大的废奴运动。以毛主席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共产党解放了西藏。至此，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时代，为今日西藏人民美好的生活奠定了基础。如今，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藏族青年，不再与父辈一样将毛主席比作神明，但他们依旧崇拜这位伟人。刚从内地大学毕业的藏族姑娘美珍说，她佩服毛泽东的智慧与才干。在西藏某部队当兵的藏族小伙子拉巴扎西则说，自己最大的理想
就是要成为一个毛泽东这样的军事家。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但是现在怀念毛主席的人并没有随着时间越来越远而逐渐减少。全国各地去参观伟人故居和纪念堂的人不计其数。出于安全，纪念馆不得不限制每天的参观人数。老百姓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能够持续几十年，有哪位领袖能得到他的人民如此敬仰？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与我讨论，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